大家好，我是丁老师。我有超过20年的教学经验，也是海外一所学校的校长。这么多年来啊，我见过无数的孩子，也接触过太多的父母。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越来越难带了？孩子小时候呢还挺听话的，很乖，可一进入青春期，整个人就像变了一样，不听话了，顶嘴，开始说谎，变得懒散，沉迷手机，成绩一落千丈。你怎么说都说不动，他不但不听，还把你气得半死。为了孩子呀，我们家长什么都肯做，报兴趣班，请家教，换学校，甚至搬去学区房。结果呢，孩子还是情绪化，沉迷游戏，甚至跟我们对着干。就说明明是为了他好，你一开口他就说你控制他，不尊重他，不理解他，想表达关心，他却烦你。你费尽心思呢让他好好学习，他还觉得你呢只在乎分数，不在乎他本人。到最后啊，你晚上睡不着，白天提不起精神，满脑子就是他现在的样子，还有未来该怎么办？有人说是孩子缺乏爱，可我们的爱给的够多了，对吧？有人说是缺乏教育，可我们在教育上的心思也没有少费，就是没有用。这种无力感你有过吧？我见过各种各样的孩子啊，有的才小学已经出现了这种各种情绪，到了高中每天打游戏，拒绝和父母交流啊，甚至不愿意上学。有的考上了名校，突然不想活了啊，天天说自己没有价值，痛苦不堪。还有一些表面看着没什么问题，可内心却空虚、冷漠、自私、脆弱，一点压力都承受不了，没有点责任感。哎呀，我知道很多家长此刻呢非常的焦虑，咱们还经常反思说，我是不是哪儿做错了？我的孩子是不是天生就这样？我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这样下去吗？很多父母不愿意承认其实已经筋疲力竭了，撑不下去了。有时候不是不爱了，是爱不起了，管不动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真的知道，因为我带的孩子太多了，接触上千上万个和你们一样的家长。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这几乎是我这些年在海外社区里看到的90%的家庭的共同的困境。但客观上讲，真正让我心痛的、让我难受的是什么？说大家不明白问题出在哪。大家在这个技术层面转来转去，很少有人能够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你可能会说是因为社会太浮躁了学校教育太功利了，是家庭资源不够或者是自己的教养技巧不够我们父母太焦虑手机太坏太毒孩子太叛逆。其实这些都没有错，还是刚才说的，这都不是本质，都不是。大家知道当下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让人担忧，这是一个共识物欲横流，价值观错乱，无神论盛行是非黑白颠倒。在学校里霸凌甚至于老师也失去这种良知伤害孩子。在这种错误的价值观不断的影响和污染孩子心灵的这个时候社会上还有人公开鼓吹的什么同性恋呀跨性别婚姻呀，真是乌烟瘴气。面对这些，我们做父母的能不焦虑吗？我们真的非常的辛苦，也很心痛。可以这么说，没有哪个家长能够完全逃脱这些困扰，没有。只要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教过这么多孩子、学生，接触过这么多的家长，我讲过很多课，经常家长问我一个问题：什么才能真正决定一个孩子的命运？老师有没有一个可以彻底解决孩子根本问题的方法？我对他们的答案是有。多年来不论是我的观察还是体会，有一个惊人的共同的特点。凡是内心有对神佛的信仰的孩子，都走得很稳，走得很远，都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途。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主题，就是一定要帮助孩子建立对神佛的坚定的信仰。不管你信的是什么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还有其他的正教，在人这个层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教人向善。在教育中，教技能是必须的，
是应该的，但它不是根本。教信念才是孩子真正成长的基础，是教育的核心，是教育的根本。我们把孩子真的培养成了考试机器、表演机器、演讲机器、社交机器，真是这样。很少有人给孩子去讲你啊到底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到这个世界上来是干什么的？你为什么要成为一个既诚实又有能力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啊？你除了对父母、老师，甚至于对你自己负责之外，你还要对谁负责？其实啊，当孩子没有这个信仰的时候啊，他就很容易被这个社会碾压，被情绪所淹没，被无限的欲望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抑郁、焦虑、人格障碍、网瘾、性混乱、毒瘾，这些问题越来越小龄化，很多孩子才10几岁就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但是我要说，责任真的不在孩子，他们很多家长说：“哟，我孩子这个懒散，整天趴床上躺着。”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他内心空虚，他也不是冷漠，是他内心很无助。他是我们教育失败的承受者，根本不是教育方式对不对的问题，而是我们要把信仰重新还给孩子。请记住，我们要把信仰重新还给孩子。你们知道啊，我在短短的大概就是7个月的时间里，就是我这个专业的教育频道的粉丝量就突破了10万。对我来说，这不是偶然的。我认为这是神佛给我的一个奖励，是一种神迹。我自己其实很早就相信神佛，也一直在修炼，这给了我非常深刻的感悟。后来我把这些信仰的原则呢，就带给了我的学生，结果呢，奇迹真的就发生了。孩子们其实开始啊，就学会了怎么样反省，不再顶撞父母，开始主动的帮助别人，开始为自己的未来策划。这不是因为我有多能说多能教，而是因为他们的灵魂啊，在注入了信仰的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复苏了。凡是内心真正的建立了信仰的孩子，他的人生你不需要担心，因为信仰会让孩子知道这个世界不只有物质，还有更高的神佛在看顾着他们。信仰会让孩子明白生命不是偶然的，而是被赋予了意义。信仰会让孩子们对宇宙、生命、道德、良知产生敬畏与连接。这样的孩子啊，才会从内心真正的开始改变。他不再撒谎，因为他知道他的神佛在看着他，不是因为他怕，是因为他的心里知道对与错。他不再浪费时间，是因为你盯着他没有用，而是因为他知道有更高的神佛盯着他，他的人生要自己负责。其实这样的孩子道德和鉴别力一定是远超同龄人的。为什么？因为当他从神佛的角度在看人世间的事情的时候，对和错一清二楚。人世间的事儿啊，争来争去的，他没有个标准，没有个理。但是神，那这是一个绝对的标准，绝对的理。你站在这个角度，一目了然。这样的孩子其实心里更加的积极阳光，更加的健康，对吧？因为他信神信仰之后，又是对神佛的信仰之后呢，他的那种内心的宽容慈悲啊，神佛另外还会给他智慧。跟神佛的链接建立起来之后，孩子的心怎么样？会非常的安定，情绪会非常的平稳，他的方向会非常的清晰，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感，他自然而然的就会提升。其实啊，我真的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就是一个内心有了真正的对神佛的信仰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身体会发出一种奇异的光。我不知道啊，那些信神的这个家长有没有这种感受？我是真的深有感受。信仰对一个人的一生和未来有多么重要，就不用多说了。但一定要记住一点，要真信，真信，神迹就会发生，神佛就会给你所需要的一切。可以这么讲啊，生活生命都会变得不可思议的美好。所以啊，帮孩子建立对神佛的信心，对神佛的信仰，才是让他们幸福和成功最根本的保障。在教育里，没有任何东西比这个更重要。这就是我回答那些家长的那个终极之问。
有没有一个方法能够彻底让孩子在教育方面让我们放心？这就是最根本的方法。对神佛的信仰，几乎能解决孩子的成长过程的所有问题啊。有一个系统理论，就是说一个子系统的问题啊，在同一个层次的这个系统里边是很难解决的。但如果你把它提升到更高一个层次的母系统的时候，就是很多难题就变得很简单了。物理学和管理学都用到的一个概念，教育也是这样，是吧？心理学、哲学、人性的各种方法，都还是在人的这个维度转来转去。唯有神佛的教育是高于我们这个维度的。当一个更高维度的生命把他的智慧、力量带进我们孩子的生命里边的时候，这就是真正的降维教育。而这样的教育一定能够带来神奇的转变和神迹。其实呀，信仰对一个人影响之深，从世界上的很多例子都能看出来。曾经有个权威的杂志做过一个统计几百位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有超过90%的人是有信仰的。而全球著名的企业家和成功商人、富豪的这个群体里边，这个比例更是高达90%、95%以上。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在接受神佛教育后所带来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有神论与无神论的差别呢，不只是观念，而是直接体现在一个人的格局、责任感和承担力的上边。对孩子来说呀，这个信仰的力量同样的巨大，这都毫无疑问。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挫折不幸的时候，如果能立刻想到他所信仰的神佛，懂得向神佛祈祷和寻求保护，请神帮助自己走出困境，那么作为父母的你此时此刻就一定要放心，因为你的孩子会因此变得更加的坚强。这个信仰能够帮助孩子解决他成长过程中80%、90%的问题，也许是直接的把问题拿走了，也许是在冥冥之中透过间接的方式让问题得以解决。这个其实信神的人都知道。咱们家长经常要教孩子，你得听我的话，因为这个世界上爸妈是对你最好的人是最能帮助你的人但孩子呢，经常不听话其实我要说的是，最终他听不听你的话不重要，但他必须学会听神佛的话。如果一个孩子不愿意相信不愿意顺从你所坚信的那个神和佛，那么他将失去多么宝贵的东西。因为父母的力量再大，也只能陪伴他一段时间，唯有把孩子交给神佛，他的一生才有最最稳固的保障。真的。但是在我的这个教育生涯中，我看到了很多孩子，原来由于父母有信仰，从小一直跟着父母也有信仰，但是随着长大了，越来越多的孩子离开了。你想没有想过，这个是为什么？其实这个问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根源在于他从小跟着你去到教堂，到你们的群体当中去学习你们那个信仰的时候，他从小开始，其实他就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属于他自己的信仰，都是你带着他，你教着他，他小时候乖乖的跟着你，大了之后，由于这个社会的污染，你就会发现让他建立起像你一样那样的信仰是多么的难。咱们自己有坚定的信仰，你知道你的信仰给自己带来了多大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只被今天的这个所谓的科学才是真理的观念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影响污染。孩子远离信仰呀，责任不在孩子，在于我们父母身上，在我们引导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信神信佛的人的这个过程中，教育出了问题。这就是今天这个视频的目的和原因我们怎么才能够帮助到孩子，也建立起像我们一样坚定的信仰？很多家长经常说我没有时间陪孩子，
所以才造成了这些问题，不是这么回事。如果你懂教育，孩子是不需要陪伴的，因为你的心灵在陪伴他。如果你不懂教育，你跟他在一起陪伴着他，结果他会烦你。还是那句话，不是你陪不陪伴的问题，你一定要想办法让神陪伴他。所以你一定要把神注入到孩子的内心当中，你一定要把孩子交给神，让神来陪伴你的孩子，这才是问题的最根本的出路。说到这儿，就说到了今天我这个视频的最重点的东西。大家听了半天啊，丁老师讲了半天，想干啥？就想干这个。我在下周日要开一场直播课，主题就是如何快速的给孩子建立对神佛的坚定不变的信仰。我在这里先说清楚啊，这门课不是免费的，是收费的。因为这不是一场随便分享的一场直播课，我在这个直播课里边，我把我这20多年来带了成千的孩子走入对神佛的信仰的这条道路上的经验和思考分享给大家。可以这么讲，这是一条帮助咱所有的家长解除内心的焦虑和无助，让你真正拥有一条教育孩子清晰可行的道路。这套方法呢，有几个比较大的特点。第一就是简单，可以复制，就是你听了这几个小时的这个讲座之后呢，你拿来就可以用。它的核心观点就几个。当我把这核心观点的原因、基础，为什么它这样做有作用给你解释清楚之后，我把这几个核心观点的操作步骤给你，注意方法给你，它几乎就像是一个工厂生产产品的流水线一样，你照着做，就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帮孩子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绝对清晰的、温暖向上的、坚定的信仰。这个方法呢，适应于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我手里有太多的家长和孩子经过这个方式教育这个成功的案例有一个小孩他这个11岁的时候，每天苦恼焦虑他就没有那种安全感，好多年了，从5、6岁开始，他睡觉那个家里的灯是不能关的，灯一关他害怕他说有什么东西了这些他妈呢就用我教的方法，不到1个月，让孩子整个脱胎换骨。首先孩子晚上睡觉可以关灯了，你们想一想就长期的在一个灯光照耀下去睡觉，看着你睡着了，其实你的睡眠质量是有问题的这孩子首先睡眠质量好了，那自然他的这个人身体状态、精神状态，他的这种自信、稳定很快就回到了孩子的身上，对吧？然后呢，孩子经常跟他妈说：“哎呀妈，你现在不用担心我了，我自己会调整我自己，我知道我的神在保护着我。”说真心话，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反馈的时候，我内心是非常的感动，甚至于感动我的心中的佛把我带到了信仰的这条道路上。还有一个15岁的小孩，他沉迷于网络厌学，对他们这整天就是代理不理，那种冷漠简直是他爸他妈这老跟我说一句：“老师俺养的就不是自己的娃，都不知道给谁养的。”咱也不知道欠了人家多少整天把人伺候像皇帝，人家把咱呼来喝去，想理就理，不想理就不理。我跟他讲了这个关于信仰的这个问题之后，2个月时间，孩子主动卸载了 APP 的游戏，对他妈说，他说他感觉自己有了方向。他说他以前自己感觉是在黑暗中，现在前方好像有了光。那还另外一个当妈的哭着跟我说老师，我不行了，我要放弃了。他说他真受不了了上完课之后他跟我说：“哎，老师他说他真的不敢相信原来天底下真的有这样让人茅塞顿开的方法。”他感觉他突然之间就有了信心。他说他觉得他的孩子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些其实都不是特例从他们的反馈，其实我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意外的信息，就是说这个方法不仅帮到了孩子，很多父母也受到了很大的帮助，解决了好多父母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在这儿呢就跟大家讲，我不是在卖课，
我是真心希望这个直播课程能帮助到你，帮助到你的孩子。如果你照着这个方法去做，你会看到你的孩子每天都在变化，也会看到你自己变得更加有力量，更加有信心。感慨一下有信仰的孩子眼睛是明亮的，内心是稳定的，情绪是柔和的，做人是正直的做事儿是有责任感的。这样的孩子不需要你天天盯着他，他也能自律，自我驱动，自律很重要我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是让孩子要有一种自律的品质自我驱动的品质自我成长的品质我告诉你们，信神的孩子，真的，未来他不论碰到什么，他都能找到他的前边那束光，都能找到自己。很多家长听完我关于信仰这门课之后呢，他说老师，我原来以为自己是有信仰的，否则我不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信仰。跟着老师学了这个方法之后呢，然后带着这个孩子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原来的信仰是不稳定的，是不坚实的，而恰恰是在陪着孩子在这1-2个月的时间里边，帮他建立信仰的时候，自己才真正的建立起了信仰。真的，最早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是很震惊的。我们这一代在养育孩子这个事情上，我们常常感觉到脆弱无力，因为育儿这个事情它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说到底是灵魂、精神和信仰的问题。这是我们作为父母的使命，不是可有可无的所以呢，真正的父母不是只养孩子长大，而是要帮孩子建立一个灵魂的家，灵魂的家，信仰。你会发现，当你陪着孩子在一起建立这个信仰的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你的灵魂就在改变，你对信仰的认知就在改变，这是毫无疑问的，对吧？这其实是一种非常珍贵的经验，就是说我们真的在帮助孩子的时候，也拯救了自己。说到底，这给孩子建立信仰是给孩子人生最珍贵的灵魂的礼物。这个课程呢是直播课大概就是2个小时左右呢，讲的是原理方法，然后会给大家一个电子版的注意事项，就相当于是这个讲座内容的一些核心的要记住和注意的内容。讲座完了之后就发给大家，之后呢会安排2个小时左右的答疑和互动的，总共这个讲座大概就4个小时左右根据当天的情况看。如果大家问题比较多愿意更多的咨询我来给你回答因为我那一天的6个小时我都会在直播间里边给大家来回答问题。这4个小时对于你的孩子来讲极其珍贵。在这个直播间里，我会请我的1-2个现在在多伦多大学读书的学生，跟大家也聊一聊，谈谈他们建立信仰的过程中，他们是一种什么感悟、什么感受。你们可以跟问我问题一样，问你们所感兴趣的问题。一旦你学到这个方法之后，孩子快一点就是2周1个月，慢一点的就是2个月、3个月，就能建立起一个坚定的对神佛的信仰。有一个我的学生听说我要就做这样的讲座呢，他把他曾经在我的这个网站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部分节选，他给我读了出来。他让我呢把他读的这一段放给大家听一听。这是一个孩子比较真实的，也是比较朴素的，对这个有了信仰之后的一种内心的独白吧。他这篇文章呢，叫做《我在学校的成长经历》。他把我的整个教育经历竟然总结了一遍，2万多字，在我的网站上是可以找得到的我的网站名字就是丁老师讲教育，我的优管频道的名字也是丁老师讲教育，欢迎大家到我的网站上去看一看。你看了之后，你就大致知道现在给你在讲关于信仰的教育的老师，他到底是谁我就把这个录音放给大家听一听。很多家长呢都很疑惑为什么我们在叔叔这里
各个方面，比如说是内心的善良、道德品质、自制力、学习的习惯、学习能力、思维方式、具体的技能和学习成绩等方面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那除了我上面讲到的这些原因外呢，我觉得对神佛信仰的建立是我们能够发生如此大变化的最重要的原因。如果问在书这里3年多时间里，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觉得不是获得优异的成绩，也不是具体的技能，而是信仰，对神佛的真正信仰的建立。因为我的家庭所有人他们都是无神论者，所以对神佛我之前一直是一种否定的态度。寺庙和道观对我来说呢，也只是一个旅游的景点。那后来书一步步引导我们，真正建立了对神佛的信仰，我才明白了信仰对我们的成长是多么重要。因为建立了信仰，我的内心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明白了以前有过的跳楼呀、自杀的这些念头都是不对的，这些消极的想法很快就被我抛弃了。而且我也知道以后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再有这样的念头了。因为有了信仰呢，我内心也越来越踏实，心情呢也是越来越愉快。我也懂得了珍惜生命，不管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懂得了做人要善良要尊重自己的父母，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信仰呢已经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当然我也不会去做那些伤害别人的事情，也不会去说谎，因为我知道呢，头顶3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以前我觉得虫子呀、小动物都是很低级的生命，是无所谓的，该打打该杀杀，不用顾及什么。如果发现小虫子，第一反应就是把它们碾死。但现在呢，我就明白了，这些小动物也是有生命的，它们和我们是一样的。它们被杀被打的时候，也是能感知到痛苦的。想想它们粉身碎骨时的痛苦感受，我就对自己过去所做的行为感到懊悔不已。我明白了，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都是神佛的安排，所以就不会去抱怨发生在自己身上不如意的事情，也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太过伤心或者影响自己的情绪。信仰让我有了一颗无论遇到怎样的事情，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都能坦然面对这个世界的强大内心。由于对神佛道理理解的越来越深，我也逐渐理解了为什么书要带领我们建立信仰。因为我们有了对神佛的信仰，内心就有了神佛的约束，这种约束逐渐就会转化成为我们自己强大的自制力。我们内心就有了鉴别是非的标准，就有了抵御尘世不良行为的干扰与诱惑的能力。有了信仰，我们就有了坚实的道德基础，就有了与众不同的坦荡的性格与气质。有了信仰，我们就有了神佛的护佑，我们就能在人世间更健康、更安全的成长。因为相信了神佛，所以我内心没有恐惧。高考结束以后，我随父母去往日本旅游，途中飞机遭遇大风，颠簸得非常厉害。降落的时候，由于地面侧风严重，飞机降落了3次，才在剧烈的颠簸中成功着陆。机上的乘客惊慌失措，惶恐不安。事后，当父母谈论他们当时内心的恐惧时，我发现自己的内心没有丝毫的恐惧情绪，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宁静的感觉，因为我知道神佛一定会护佑着我的。刚才大致介绍了一点我是谁啊，你去了解我，只有了解了我，你才能购买我的这个课程。说到这儿呢，我就到了这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了。我先问一下大家，我帮助孩子在心里真正的建立起坚定的信仰这个方法，我想问一下大家，觉得我这门课呢值多少钱？这门课应该卖多少钱？当然对于我来讲这门课是无价的，不论你花多少钱，如果能够把孩子的信仰建立起来，你这一生吧高枕无忧那么大家觉得这个课程应该值多少钱？5000美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需要，一点都不贵，能改变你孩子的这一生。你想一想你在孩子身上，在教育上花了多少钱？多少没有用的钱？补习班、课外班、舞蹈班，一年下来不计其数。可你真正提升自己教育能力上边，你花了多少钱？其实，父母对教育的理解，你自己具备鉴别力和教育能力，才是你孩子成长真正的关键。就我今天
讲的这个内容，你花了那么多的钱，把孩子送到了学校里边，学校让你的孩子真正的建立起了信仰没有？这种事情，哪个学校、哪个老师能帮你？而你在这儿学了我给你教的这个方法，你可以100%的实现这样的目的。好了，我不跟大家卖关子了，我这门功课，我不卖5000，我不卖2000，199美元，这就是这个课程的价格。199，在海外可能就是你和朋友一顿饭钱，就这一顿饭钱，你帮孩子建立了信仰，你掌握了孩子一生的方向。很多家长是第一次见到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视频，钱再少，它也是钱呀，我不可能平白无故的就给你了，我得知道我从你这儿能学到东西啊，我才能够。你的担心我理解。这门课，如果你听了之后，你告诉我觉得没有收获，你讲的跟别人讲的一样，你只需要说这样一句话：全款199，1分不扣退给你，不需要你给任何理由。你来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自己孩子一个机会。我带过上千的孩子用这个方法啊，绝大多数都建立起了坚定的、稳定的、永不退转的对神佛的信仰啊。我的网站上有大量的我的学生的文章和见证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我的方法经过了20-30年的实践和检验，行之有效，绝对有效。这个怎么收这么便宜？我要说的是，我要让最多的有这个愿望的家庭、家长和孩子，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来做这个决定。这个林子大了嘛，啥鸟都有嘛。曾经也有人质疑我啊，既然你说是为了帮助家长啊，帮助孩子，那你为什么不免费？啊，遇到这种问题，我通常就不多解释啊，那我只能说，没有缘分啊。甚至于我只能说，当一个家长他没有最基本的价值观、鉴别力和判别力的时候，我就算把这套课程免费给他，没用。我要真的坦白的告诉大家，这门课是我所有课程中最便宜的课程。我为这门课程其实准备了很久。再跟大家多说两句吧，这不是一门课程，这是一场救赎啊，是一次孩子的重生，是你送给孩子最深的祝福。你能看到这里呢，我知道你一定是一个希望自己的孩子一生平安、有力量、有幸福、有方向、有光的父母，而这一切真的是从建立信仰开始。购买我这个课程的这个前100名的家长，我没有价格的优惠，因为这个价格已经够低了。我呢会送出一本我亲自撰写的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叫做《走出教育孩子的误区》。我一直认为它的质量非常好，有15年了。这本书内容没有过时，因为它不是新闻类的书嘛，它是教育类的书嘛，人性是不变的，教育的原则是永远不会变的。这本书出版的当年就获得了中国国家的2项大奖，一个是中国国家图书进步奖，另外一个是什么我忘了。这个本书在出版发行的头3个月的销售量就突破了100万册。目前这本书在中国所有的图书馆，上到北京图书馆，下到每一个乡村的小镇的图书馆，都收藏有这本书。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到你家附近的图书馆去看一下。当年呢，这个出版社给我留了几百本这几百本书我一直收藏着。我这本书的纸质版，报名头100名，我会免费的送给大家，我寄给你，不论你在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这个纸质的书的样子，现在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屏幕上看到，不要你的邮费。刚才就讲到，不管教育还是人生的什么方面，投资到自己的身上，永远是最有价值的投资。不论你有几个孩子你学会了
本事，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你即便是只有一个孩子，你不会，这就是大问题。其实我就是个例子啊，在我的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就开始投资自己啊，投资自己在教育上的成长。我投资的不是学校，是我自己。一路走来呢，我在教育和相关的领域里投资很多，但是我的这个投资呢，得到的回报啊，应该说是不可思议的。我的孩子一路从小学到当地的中学，再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读建筑的这个专业的研究生毕业，这一路走来啊，经济上几乎拿的都是全额奖学金。在国外读大学，大家知道啊，那可是花费巨大的。从经济上来讲啊，我所获得的回报，这都不言而喻了啊。孩子一路走来，精神的健康，心理的稳定孩子一个人到国外来读书，我们基本上就不操心嘛，因为我们知道有他心中的神在看护他，需要我们操什么心？就说我的这套方法呢，你在别的地方是肯定没听到过。没有一个人能手把手吃住在一起，带上千的孩子跟他们在一起教他们所获得的这种经验，所获得的对这个人性的感悟，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老师。其实这种方式是唯一改变孩子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家长其实才是真正能够造就自己孩子的最根本的原因。因为你把他送到学校去，老师就给你教的那些具体的数理化的课程和技能，这种灵魂和心灵精神的塑造，在孩子上学之前，甚至在孩子上学的过程中，都是由家长来完成的。学校的老师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也没有那种责任来给你完成这样的过程。最后啊，我再跟大家讲一讲我做建立信仰的这门功课的初衷。我也是身在海外，我深刻的体会身在海外的当父母真的太不容易了。其实多少次啊，你想放弃，最后还是咬牙坚持下来。是什么支撑了你？其实多少次孩子不理解你，你仍然选择温柔的对待。是什么信念给了你力量？多少次你白天拼命工作，晚上还要陪孩子补课，处理家庭矛盾，累到崩溃，却依然不敢倒下。你有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依靠的精神的港湾？多少母亲，这都是我亲身亲自面对面交流过、接触过的。白天要适应当地的工作环境，下班拖着疲惫的身体，晚上还要陪孩子补习中文、写作业。孩子10点钟睡了，9点钟睡了，他还有无尽的工作在等着他。多少当爸的白天拼命打工，周末还要照顾家庭，承担自己对家庭的责任。那边还要担心着工作签证，担心着 PRP 下来了没有，这边焦虑着孩子的学习。明明很想跟孩子聊聊天，聊聊心事儿，却常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更不要说那些独自带着孩子在海外的母亲，丈夫远在中国大陆给这个家庭挣钱，母亲一边陪孩子读书，一边补习自己的英语，一边要熟悉这边的环境，为后边的移民做准备。为了孩子能上好学区，有些父母咬牙在陌生的城市贷款买房，自己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了孩子。为了不让孩子忘本，很多家庭花大笔的钱请中文老师到家里来补习，报补习班。可是呢，孩子呢，依然沉迷于手机，不听话，甚至觉得你不理解他，
这是常态。这是我见到了太多的父母，我做教育20多年了，多少次大家夜深人静的时候问过自己没有，我已经这么辛苦了，为什么孩子还是变成这个样子？多少次你转过身，偷偷的擦着自己的眼泪，只是不想让孩子看到。亲爱的家长们，不是你不努力，也不是你不够爱，而是你的爱，而是你的努力和关心没有找到方向。振作起来，你的这些年的辛苦终于要迎来回报了。我一点不夸张，只要你愿意跟着我走，过去你所付出的都不会白费，你所流的眼泪都不会白流。是的，一顿饭钱，只需要一顿饭钱，你就可以真正的改变孩子的命运。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你真的不会愿意看到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被其他那些已经有了信仰的孩子远远的抛在身后。你真的不忍心看着孩子带着彷徨与无助，没有信仰的度过这一生。我知道你不会愿意。家长们，不要犹豫，不要犹豫。请点赞、订阅、转发，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丁老师新的视频。